假如我们想在4个最新的火星基地建立一个新的太空港，并通过投票来决定新太空港的地点，在火星上的100名殖民地居民中，有42位住在西基地，26位住在北基地，15位住在南基地，17位住在东基地。鉴于此次的目的，先假设所有人都希望太空港离他们的基地越近越好，并且会以此为参考进行投票。怎样举行投票才是最公平的？最直接的方案就是让每一个人投一票，然后选出得票最多的地点。这就是多数制，或领先者当选。在这个情况下，西基地很容易胜出，因为那里的居民多于其他的基地。可是大多数的居民会认为这是最差的结果，因为西基地离其他所有人都很远。那么多数制投票真的是最公平的方法吗？我们是否也可以尝试排序复选制，即考虑大家所有的偏向，而不只是他们的第一选择？排序复选制的规则是这样的：首先，投票者将把他们的选择按优先级排序，我们会比较他们的第一选择。南基地收到的投票最少，所以最先将它排除。投给他的15票会被重新分配给投票者的第二选择东基地，那么他的总票数会是32。然后我们再次比较首选，并且排除最后一名。这次北基地会被排除。该基地居民的第二选择本来会是南基地，但是南基地已经被排除了，票数会分配到他们的第三选择。这样东基地58票比西基地42票，东基地胜出。但这似乎也不太公平。东基地不仅一开始是倒数第2名，并且在大多数人的排序中，它都位列最后2名。不过我们也可以不用排名，而尝试改用多轮投票，前2名的选择直接进入独立的决选。通常来说，这意味着西和北基地在第1轮胜出，北基地在第2轮胜出。但是东基地的居民认识到，虽然他们的票数不足以让他们胜出，他们仍然可以让结果偏向他们的喜好。在第1轮，他们投给南基地，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东基地，以成功地阻止北基地胜出。因为东基地居民的战略性投票，尽管拥有最少的居民，南基地在第2轮轻松胜出。如果一个系统鼓励谎报偏好的话，它还能被称为一个公平的系统吗？也许我们需要让投票者针对所有可能的2配对做出选择，由此选出他们的喜好。这就是康德西法，即双序制。比如西基地对北基地，所有100名殖民地居民都要在2者中选出他们的偏好。结果是西基地的42票对北基地的58票，因为其他3个基地都偏向于北。现在对其他5个组合也进行一样的流程，胜出者将会是赢得最多次的基地。北基地赢得3次，南基地2次。它们确实是最靠近中心的地点，并且北基地的优势是它不是任何一方最排斥的选择。那么这意味着康德西方法总会是最理想的投票制度吗？不一定。假设在一场选举中有3位候选人，如果投票者们喜欢 A 胜过 B， 喜欢 B 胜过 C， 但喜欢 C 胜过 A， 那么这个方法就无法选出一个赢家。数十年来，研究者和统计学家已经提出过数十种复杂的方法来投票和计票，有些甚至已经被投入实际应用。但不论你选择哪个，都可以想得出某种结果不公平的情况。其实，我们对公平的直觉观念已经包含了数个也许互相矛盾的假设。若某些投票者的影响力比其他投票者大，似乎就不太公平。但忽略少数人的偏好，或鼓励投票者利用制度耍小伎俩，似乎也不公平。事实上，已经有数学证明指出，只要选举的选项超出2个，那么设计出的投票制度就一定会违反某些理论前提下的理想标准。虽然我们经常认为民主只是数一数票那么简单的事儿，但我们也应该认真思考，在不同的计票方式下，谁会收益。
准备好继续学习了吗？观看这些视频来挑战你的想法，或了解更多你不知道的事情。订阅并保持好奇心。